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兰花频道。今天的这个影片，安格斯为大家带来了3株迷你型的蝴蝶兰，它叫做 Sogo Vivian， 就是我们俗称的维维安。那它的父母亲本也都分别列在影片的右上方给你做参考。我这3株维维安的蝴蝶兰都分别在不同的地点还有情况购得。现在看到的这一株是在我当地的超市 Trader Joe's 购得。那蛮特别的是，买的时候它有名牌。虽然我已经知道这一款花它就叫做维维安，因为很有名很常见，但是它特别的地方也是它叶子上面有出翼，就是黄色的这些条纹在叶子上的部分，我们称为叫做出翼。所以呢有牌子就更能够确定它的兰花品相的名称，那也进而能够搜寻到它的父母亲本。老实说我在做这个影片之前都不知道维维安它的亲本里面也有 Zumas Pixie。其实蛮多花里面都有 Zumas Pixie 作为就是副本，就是提供花粉的那个兰花。那这边是给你看一下当时它的一个开花的影片片段，叶组数量蛮多，然后呢根系因为在小容器里面，所以不太能够看得出它的根系到底长得怎么样，但是有几条根系有长出杯外，然后底部的部分呢也是隐约能看到有1-2个根系是透过孔洞已经长出来。那叶子数量算多之外呢，它最新的叶子都还蛮硬挺的虽然说几片比较老的叶子开始出现稍微的干枯跟微黄，这是非常自然的淘汰现象，所以不需要担心所以这株兰花这次也是不错。那接下来的这一株呢，是在我去洛杉矶，应该是回到洛杉矶度假找朋友的时候，因为我以前也住在那边好一阵子，那就无意间在洛杉矶那边的一间 Home Depot 看到了这一株兰花，非常小迷你型的，所以我也是就把它买回家带回到了我德州奥斯汀。这一株兰花的个体就比前面一株要来的小一些基本上它的开花的特性颜色都一样，但是这一株的个体总是比那一株生长要来的稍微逊色一点，叶子的数量大小都比前面那一株要来的小1号。那我选择为它种植的这种方式呢，其实也一样是内外杯交叠，不过它内杯呢是10盎司的杯子，然后它的介质的颗粒以大颗粒的稍微多一些。那我也还在观察这株兰花它到底是不是适合用就光是大颗粒来种植，但很显然啦，它也还是都有复花，都有开花，那也开得不错但是呢根系上面的生长就没有前面那一株来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它的影片片段。这株兰花使用的介质就是稍微大颗一点颗粒的 hydrocorn， 那其实算是纯实验性质，因为毕竟有3颗，所以我3颗呢就是用稍微不太一样的介质的比例，或者是像这一颗是纯 hydrocorn 来种植那它的杯子呢是属于稍微小一点的，不像一般的16盎司。那这边就是它的一个根系的状况，其实蛮多根系都还是有长进杯内那像这前面这几根其实都是透过导根，就它长得差不多长，我就把它往杯内压，然后它就继续往下长。那这边特写是给你看到，就是说杯子用久了，这种不是完全塑胶杯，它是环保材质的话，用久了它是会慢慢的变脆的所以是会裂掉。那随着根系一直长，它也会往外撑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提醒我必须要为它进行一下换杯的动作。所以应该是在它这一次开花周期结束之后呢，我应该会对它进行一些出盆换容器的这个处理。
那接下来的这一株是最小的一株维维安，它的个体是最小，但是它的分支性呢，其实一向都是这3棵里面最好的。像这一次它的开花也是有几个小分支，所以它长出来开花的时候呢，就是一整撮，相当的好看。那这3株兰花其实受到的水量还有肥料浓度都一样，1/4杯20%浓度的肥料。那在于说他们的这个光线啊，要求上其实也没有说非常非常的需要怎么样特别的明亮的光线哦，其实就是在我架子的偏上方的地方，然后大概离窗户有5步左右的距离，所以不是刚好放在窗边，但是它们一样都还是相当容易能够接受到一些间接的阳光。那第3颗这一株，它是养在一个陶盆或是瓦盆这种材质，蛮吸水的。那里面用的这个介质呢，其实是大颗粒跟小颗粒的混合1:1。好，那这边就是给你看一下这3颗的一个并排，当时开花的一个状况。其实这3颗开花都还是蛮稳定的，不过每一年它们的朵数呢，其实我没有办法判断它们哪一颗一定会最多朵，它们的开花表现有时候蛮让我意外。像这一次第3株，虽然说它是种在容器最小，然后个体感觉是最小，可是它的开花朵数其实还蛮多的。整体上来说呢，是一款蛮好上手的蝴蝶兰，我没有对它进行太多刻意的照顾哦，它还是有办法每年复花。那我在台湾其实也蛮常看到这株蝴蝶兰的踪迹，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啊，其实真的可以考虑养养看，我相信你也会喜欢它啦。不知道目前有多少个你们有这一款维维安，然后在你们的养护之下，它们长得好不好？也欢迎都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